18岁的姑娘终于嫁给了心心念念的豪门继承人，可入洞房的时候才发现这家人都是变态，要靠着吃新娘才能维持财富。这一夜新娘彻底杀疯了，居然独自干掉了婆家72口。等第二天黎明升起时，这家人只剩下了浑身浴血的新娘，这绝对是今年我看过最爽的复仇爽片，没有之一。本片将阶级对立、人性扭曲与血腥淘沙完美融合，让平民新娘格蕾丝成为影史最飒的终结女孩之一。可新婚之夜过后，丈夫的家族成员虽然被除尽，但与其关联的家族纷纷冒了出来，又带她进入新一轮的游戏当中，用更炸裂的尺度、更庞大的格局、更疯狂的猎杀续写格雷斯的血色传奇。话不多说，故事开始。勒多马斯庄园在黎明的爆炸中化为火海，格雷斯浑身浴血，穿着被撕裂的洁白婚纱，坐在庄园台阶上，指尖夹着一根香烟，眼神里没有恐惧，只剩劫后余生的麻木与狠戾。他刚刚亲手终结了那个以恶魔契约维系、靠献祭新人换取财富的变态家族，丈夫亚历克斯、刻薄的婆婆、疯狂的姑妈、懦弱的小叔子，所有试图杀死他的人都在契约反噬下化为灰烬。他以为这场以捉迷藏为名的血腥噩梦终于彻底结束了，然而现实远比恶魔契约更残酷。还没等他抽完那根烟，警笛声与救护车的呼啸声便刺破了黎明的寂静。医护人员将他抬上担架，他在意识模糊中被送往医院。醒来时，双手已被冰冷的手铐铐在病床栏杆上。警方以谋杀勒多马斯家族全员、蓄意纵火的罪名将他列为头号嫌疑人。满身的血迹，烧毁的庄园，唯一的幸存者，所有证据都指向他。格雷斯百口莫辩，他试图解释那是家族诅咒，是恶魔契约的反噬，可换来的只有警员的异样目光。没人会相信这种荒诞至极的鬼话。就在格雷斯陷入绝望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病房门口，正是他失联7年的亲妹妹菲斯。姐妹俩曾因家庭矛盾与人生选择分道扬镳，多年未曾联系。菲斯如今却以紧急联系人的身份出现，久别重逢，没有温情脉脉，只有隔阂与疏离。可菲斯带来的消息却瞬间将格雷斯拖入比勒多马斯家族更恐怖的深渊。菲斯告诉他，勒多马斯家族只是全球4大古老豪门之一，这4个家族——丹弗斯家族、沃克家族、布莱克伍德家族、哈珀家族，共同组成恶魔议会，以勒贝尔恶魔的契约为纽带，掌控着全球的财富、权力与秩序。Approve the ceasefire.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献祭传统，而勒多马斯家族的新婚捉迷藏只是其中最基础的一环。格雷斯在黎明前存活，触发了契约的隐藏条款，勒多马斯家族全员覆灭，议会的至高王座就此空缺。根据议会铁律，谁能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亲手杀死格雷斯，谁就能坐上至高王座，成为恶魔议会的领袖，掌控全球4大家族的所有资源与权力。有人得到消息后，就想着趁格雷斯被扭送警局的机会劫杀。可这个杀手也违反了恶魔的游戏规则，只有同一家族的人才能互相残杀，不直接爆炸。菲斯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可格雷斯的眼神却变得异常坚毅。他从证物袋中找出了自己的婚纱战袍，决定跟他们玩到底。可就在此时，一个烟雾弹丢到了他们面前。等两人再次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带到了4大家族的城堡。他们都对这个一夜灭了婆家72口的格雷斯非常感兴趣，有的人甚至还跟他自拍合影。这也足以证明这些贵族的傲慢和视平民为蝼蚁的心理。就在此时，身后一闪，漆黑的大门突然打开，恶魔的使者抱着厚厚的书籍出现，众多贵族纷纷安静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使者开始宣布游戏规则 ：Because you survived the Domas' game of hide and seek, you will play that game again. No! This time, the council members. Fucking baby shit, man. So for me to win the seat, Survive until dawn. and the rest of them? This part will be familiar.They will try to kill you. Whoever does, wins the seat. 格雷斯非常愤怒，想要拒绝游戏，可他们却拿妹妹的生命作为要挟。随后他们就把格雷斯姐妹迷晕，然后送到指定地址。4大家族的猎手也准备了自己最趁手的武器，准备狩猎。此时的他们不是队友，而是对手。可他们又不能互相残杀，因为有恶魔的契约，杀害了其他家族的人，自己也会自爆。可作为本次猎场的东道主，丹弗斯家族切斯特兄妹一开始就算计了对手。There are no fucking keys. Oh, did I forget to put the keys in there? Fucking cheaters. Go! 与此同时，格雷斯姐妹也清醒了过来，可两姐妹因意见不合，在原地争吵了起来。
其中一名亚裔女贵族丢出无人机，尝试着与格蕾丝姐妹沟通，因为她详细阅读了游戏规则，找到了一条不用厮杀的漏洞。还没等她说出漏洞，无人机就被追过来的切斯特兄妹击落。眼看敌人出现在眼前，姐妹二人只好放下成见，一起逃走。与此同时，城堡里的候补选手们打开城堡的监控，把这场狩猎当作普通游戏来看。切斯特兄妹一个在外面大声喊话吸引注意力，一个偷偷摸过去偷袭，可关键时刻格蕾丝姐妹还是齐心协力逃过了两人的陷阱。可刚刚安全，两人又发生了分歧。姐姐觉得应该翻过刚刚的围墙逃走，可妹妹认为还不如直接从正门冲出去。就在此时，一个描边大师向他们发起了攻击，姐妹二人一路逃到凉亭中，描边大师也没有打中。姐妹二人立刻点燃树叶制造烟雾，描边大师见状彻底愤怒，开始疯狂射击。就在姐妹二人想要趁机逃走的时候，一个面具男冲了进来，描边大师恰好打中煤气罐。可怜的面具人直接被崩飞，而格蕾丝的手臂也被残片扎伤。姐妹二人来到安全的地方后，妹妹替格蕾丝包扎了伤口，两人更有一种一笑泯恩仇的感觉。随后两人来到仓库，找到了一台角磨机，现在终于可以把手铐分开。就在此时，缓过劲来的面具男也找到了这里。姐妹二人齐心协力将面具男推进了绞肉机，很快面具男就变成了饺子馅。此时监控前的候补选手心态彻底转变，从刚开始的看戏变成了恐惧，因为面具男出局以后，他们家族的候补选手就要顶上。另一边刚开始操控无人机的亚裔女人突然出现，她直接将格蕾丝制服，可她并没有挥下屠刀用杀戮的方法取胜，而是把刀放下开始谈判。原来她在游戏规则中找到了漏洞，只要格蕾丝嫁给自己傻儿子，自己的傻儿子就会变成新的主事人，而格蕾丝也不用再参加这个狩猎游戏。就在此时，描边大师也赶了过来，亚裔女人非常愤怒，直接挡在格蕾丝面前，她开始逼迫格蕾丝嫁给她的儿子，不然她就把格蕾丝一刀两断。慌乱中，菲斯丢出筹码阻挡亚裔女人视线，格蕾丝趁机一推亚裔女，直接一刀扎穿了描边大师的喉咙，亚裔女犯规直接原地爆炸，而他们家族的人也一起遭殃。 Why is everyone looking? 见识到诅咒的厉害后，菲斯也蜕变了，直接拿起了亚裔女人的砍刀。妹妹很是不解，为什么格蕾丝不同意亚裔女人的提议。格蕾丝告诉妹妹，自己不想出卖自己的灵魂，变成跟那些贵族一样的行尸走肉。随后，两姐妹又和切斯特兄妹进行了一番苦战。两人本想逃出这个恐怖的城堡，可格蕾丝被对方的棺材钉钉穿了肩膀，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回到城堡处理伤口。此时，妹妹的表情十分焦虑，看来她真的开始关心这个7年未见的姐姐了。她见姐姐拔出棺材钉，急忙给她找来止痛药。妹妹刚离开，描边大师的替补就上场了。Bye, cut. Fuck. 不得不说，白衣女还不如描边大师。妹妹听到打斗的声音就要返回，切斯特突然杀出，将她制服。格蕾丝摆平白衣女以后，就出来寻找妹妹。就在此时，切斯特喊话，告诉格蕾丝妹妹就在他们手里，让她到城堡大厅交换妹妹。格蕾丝只好背水一战。她看到了一旁的弹药柜，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有一把喷子。见面以后，切斯特知道格蕾丝不好惹，于是便以妹妹的性命作为要挟和她结婚。这样一来，切斯特就能兵不血刃地坐上王座的位置。无奈之下，格蕾丝只好妥协。当晚婚礼就在城堡内举行，一群穿着黑袍的信徒高喊着撒旦万岁，见证了这场权力的联姻。恶魔使者将献祭之门打开，然后牵来了山羊作为祭品。之后双方用他们的鲜血在恶魔的契约上签字，然后献上祭品，就算完成婚礼。就在恶魔使者将代表至高权力的信物交给切斯特的时候，格蕾丝突然抄起一旁的钢笔扎进了切斯特的大动脉。有人想要阻止，却被恶魔使者阻止，因为他们的规则就是同一家族的人可以互相残杀。现在格蕾丝干掉了切斯特，格蕾丝就是新的家主。现在象征权力的戒指戴在了格蕾丝手上，她成了新的王座之主，可以号令天下。 Get on your knees! Shimon Farash. Shimon Farash. 随后格蕾丝宣布了她第一条指令 From the council and this entire fucking organization! 恶魔使者提醒她，在黎明之前，谁能拿到戒指就能坐上王座。如果黎明前王座上没有人，魔鬼将会非常非常生气。而此时距离天亮只剩下3分钟，格蕾丝再次怒斥他们 Choke on it, you inbred fucks! 在场的所有信徒为了争夺那枚戒指，瞬间陷入了疯狂，不顾一切地跳下了祭祀坑。恶魔使者告诉格蕾丝姐妹，她们现在自由了。临走时还带走了那只山羊。转眼间3分钟过去，黎明的曙光刺破黑暗，魔鬼的怒火降临了。在格蕾丝和菲斯的注视下，所有参与争抢的信徒同时爆炸，炸成了一团团绚烂的血雾。整个神殿变成了一片血腥的炼狱。格蕾丝看着这一切，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疯狂而又满足的微笑。
他不仅活了下来，还亲手把这群自以为是的魔鬼信徒，连同他们那可笑的规则一同送入了地狱。到这里，影片结束。作为19年爆款，准备好了没的续作，本片由原班团队打造。故事紧接前做格雷斯血洗豪门邪教家族后，竟被诬陷纵火与谋杀，更被迫卷入4大家族争夺权力宝座的新致命游戏。影片延续前作黑色幽默加血腥惊悚的风格，将豪门恶斗、邪教献祭与暴力逃亡融合，节奏紧凑，血浆密集。格雷斯与失散多年的妹妹费斯联手，在豪宅庄园中对抗各路疯狂，权贵反转不断，爽感拉满。导演精准把控恐怖与喜剧的平衡，既保留前作的邪点趣味，又以更宏大的家族斗争格局升级冲突。女主从被动求生到主动反击的成长线完整，是一部合格且过瘾的恐怖喜剧续作。我是小 K，我们下期见。